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富山海预告，古力娜扎江了，诚意更帅了，我被男主父母惊艳了。于正之前曾大胆预测，说明年那些大男主剧都不会火，网友们对此半信半疑。但要说评论区里最火的两位，那肯定是肖战和成毅没错啦。肖战的《藏海传》那绝对是大咖导演加上顶级流量，讲的故事跟《琅琊榜》有点像，听着就特别吸引人，观众们都盼了好久。成毅呢，他是因为有一系列好作品在观众心里扎下了根，这才让大家对他充满了期待。成毅演的《英雄志》到现在还没啥动静，但听说这剧挺悲的，结局是主人公孤单一辈子。粉丝们倒也挺知足，觉得这样就不错了。现在成毅主演的另一部大型古装剧《富山海》已经放出了杀青的消息，这意味着他离跟观众见面又近了一步。来，咱们一块儿瞅瞅这部剧的预告，瞧瞧他到底讲了些啥。预告片最后那句话，大不了重新来过，说出了这部剧的关键，意思就是要我们别怕重头再来。可能是穿越剧的题材现在不太好做了，现在的制作团队都改用了写书的桥段来偷偷表现穿越的故事。他们这么做就像是给穿越披上了一层书的外衣，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又不算直接说出来。在《庆余年》这部剧里，故事全都是大学生张庆编的，剧里的情节都是出自张庆这个大学生的笔下。瞧瞧《富山海》的预告，成毅一身现代装扮亮相，那顺毛刘海造型简直帅得毫不费力，一眼望去就是帅气满满，让人眼前一亮。肖明明现在常说，如果让我来写的话，这句话意味着他想要成为武侠世界里的萧秋水。换句话说，肖明明梦想着变成像萧秋水那样的武侠人物。肖明明正忙着创作故事呢，而萧秋水的冒险旅程也拉开序幕啦。一踏进萧秋水的身体里，首先迎来的就是那场著名的歃血为盟的大场面。嘿，说有4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好像是在一锅热气直冒的火锅旁，拿匕首互相戳破手掌，把血滴进碗里，然后还打算喝掉。这是真的吗？说起来挺带劲的，可那种既不卫生又伤身的事儿，肖明明真的干不出来。看着身边3个人那充满期待的眼神，萧秋水实在是没法说不。接着，萧秋水一脸壮士断腕的模样，开口问道：“这儿有针不？要是非得受伤不可，肖明明能做的就是尽量让自己的伤口别那么大了。”结完拜把子后，萧秋水就领着他的那些五彩斑斓的兄弟们一起走上了练功增强的道路。不过，那把无敌的魔剑和传授武功的大灰狼实在太过离奇，让萧秋水没别的选择，只能老老实实走正路去练功夫了。看了预告片，成毅在富山海里的打戏真是满天飞，这简直就是他个人的武术大展示吗？动作流畅的跟水一样，打得又快又准，真是爽快。但是呢，预告里头还说了个特别关键的事儿，这部剧里最坏的人李晨舟还是由成毅来演的。看这个白发飘飘，带着点邪魅的造型，真的挺有沉香如屑那味儿了。嘿，你听说了吗？现在剧里已经有成毅和自己打架的场面了，我真是挺纳闷，这到底是怎么拍出来的呢？最后，萧秋水从一个满腔热血的少年，一路蜕变，成了保卫国家的大英雄。说实在的，看简介里提的原著是发生在南宋那会儿，给整个故事都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忧伤。就想知道电视剧里会不会也保留这个历史背景呢？说实话，现在很多古装剧都不咋讲中国古代的真实背景了，基本都是些虚构的故事，感觉飘飘的，没啥实在感。
他们就像悬浮在空中，没落到实处。除了诚意，这部剧还请来了好多大家熟悉的演员，真的让观众们更加期待了。他们一个个都是老面孔，加盟这部剧，让期待值直线上升。老戏骨加盟，古力娜扎算是出道挺晚的了，不过她的真实实力嘛，一直都不太清楚。反正就是靠着那张漂亮脸蛋儿闯荡江湖。在《富山海》这部戏中，古力娜扎这回演的是男主角的亲姐姐，名叫萧雪瑜。她把这个角色演得很到位，就是男主角的那个亲姐姐萧雪瑜，由古力娜扎来扮演的。这次她的表现真的挺不错的，让人眼前一亮，感觉萧雪瑜这个角色就像活了一样。看了预告片，明显感觉到娜扎脸上妆容挺厚重的，就像是化了个大浓妆。再加上她脸上岁月的痕迹，这妆容就显得特别不协调，看着挺别扭的。特别是剧里头那身红衣裳，把整个人衬得就像个精雕细琢的木偶似的，特别有感觉。看了路透的照片，感觉古力娜扎的脸好像变得有点僵硬，看起来不那么自然，有点呆呆的。这次娜扎没继续演小姑娘，而是挑了个男主角姐姐的角色，这选择确实挺聪明的。要说跟古力娜扎带不一样，胡可绝对算一个。预告片里的胡可皮肤状态一目了然，尽管岁数不小了，但脸色还是红扑扑的，看起来特别有精神。在官方发布的海报上，胡可不再像之前那样舞剑，而是摆了个静态姿势，感觉她变得更加温婉娴静了，真的超让人眼前一亮。胡可这形象，演男主的妈妈简直太贴切了，就是不知道剧组是不是也这么想。丁勇代演的萧西楼，往那一坐，浑身上下都透着股侠气，简直就是把观众心里的大侠形象给演活了。要是这对夫妻来扮演男主角的爸妈，那简直就是超豪华阵容，太炸了。这次《富山海》里头，老熟人黄安马丘新智也来演了个老前辈的角色。瞧他那一头白色炸毛的长发，看着就不像是普通人，给我的感觉就像是那种性格古怪的老怪物，挺难搞定的。张智霖好像演的是剧里男主角的师傅，预告片里他们俩还一起练功夫呢。不过取名叫狂徒，听起来确实有点太随心所欲，不受拘束了。陈钰琪本来在那些普通剧里都能挑大梁演女主，可这回却跑到程毅主演的大剧里演了个配角，这资源下滑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萧燕对大家来说早就不陌生了，今年她在长乐曲里靠着那对戏份不多的霸道 CP 火了一把。看她这次的打扮，还是她平时那种活泼又可爱的风格。知否里的那位祖母也现身富山海啦，看这样子，肯定也是剧里的大前辈。光是从预告里就能感觉到她那稳重成熟的气质，真是让人一眼就能瞧出来。嘿，就连《庆余年》里头那个超酷的五竹叔都亮相了，这回他还演上了皇帝，明显是转运了，地位大变样啊！除了那些大家常常见到的熟面孔演员，其实还有好多观众可能压根不认识的新面孔也在其中。他们虽然名字听起来挺高大上，但对我们来说还是新得很。这几个人官宣那会儿，紧跟在古力娜扎后面，由此可见他们的地位可不低。李凯欣这姑娘模样不算惊艳，在剧里头勉强能算个女3号吧，演技方面可真是挺生涩的。接下来要说的是本剧的男2号徐振轩，他戴着个头套，看起来还挺帅气的。不过呢，演技这块儿还得再练练，需要经受住更多考验。后来出场的刘梦瑞，真的跟古力娜扎一样，妆容看着挺浓的。就看那么一个预告的画面，就能瞧出那漆黑的眉毛、拉长的眼线，还有那特别明显的下眼睑妆，简直就是明摆着想要火一把吗？这心思可真是急不可耐了。丁孝莹拍戏时拿的武器估摸着是白绫，
就盼着别像赵露思那次弄出个电动白灵的笑话来就好。张峻宁和张小晨这俩人可真是难兄难弟，挺像的。演了这么多年戏，演技也算是挺稳的，可就是一直没能火起来，没啥大动静。特别是张小晨，他那副样子看起来有点凶，这几年好像越来越往坏人的戏路发展了。哎，你看完《富山海》那故事后，是不是觉得挺有意思的？等它播出的时候，